奶奶指着一包盐问成分，我随口说是氯化钠，她竟尖叫着摆3米远，并哭着喊着要去居委会揭发5盘化学毒药。小花，这上面写着什么东西？奶奶最近刷短视频，迷上了看配料表。短视频里的博主歪脖扭颈，眉飞眼斜，挂着口头禅。那必是科技与狠活呀，老妹儿。于是奶奶也跟着学科技和狠活的那一套，天天翻看家里物件的配料表，检查里面有没有添加剂。奶奶，这3个字读氯化钠，是盐的主要化学成分。氯化钠是化学物质啊！他夺过盐袋子，扔进垃圾桶，一脸晦气，骂骂咧咧。现在的人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，连盐都加化学物质。我顿时一愣，盐、氯化钠、化学物质，知识在我的脑子里打架。奶奶，氯化钠就是盐，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。换个名字就可以把化学物质放我们吃的盐里，怪不得现在得癌症的人这么多。奶奶，不是这样的，氯化钠不是什么化学物质，氯化钠就是食用盐，就像我们吃的土豆也叫马铃薯，西红柿也叫番茄，酒精也叫乙醇。奶奶不知道怎么的，好像听不到土豆和西红柿，却唯独敏锐地捕捉到了乙醇2个字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的酒里面都被加了乙醇？吉一僵，笑容逐渐消失。奶奶没有听我的劝，把家里的食用盐全部扔了。晚上我们吃了一顿没加盐的饭菜。第2天，奶奶坐车去了一趟老家，她抱了一个坛子回来，神神秘秘地叫我看。奶奶，这个盐又黄又粗又大的，不卫生，还是不要吃了。什么不卫生？这是村里的土盐，我们小时候就是吃的这个，是纯天然的，外面买都买不到。他抓了一把，在指头上一捻，含进嘴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没有科技，没有污染，以后就吃这个盐。什么？我的奶奶以前就有些离谱，但是没这么夸张。她吃水果总是喜欢从烂的开始吃，结果好的水果也一个个烂掉，导致她吃的全是烂水果。家里不差这点钱，你吃出病了，花的钱还更多。奶奶不听，直到她食物中毒，去医院花了1000多块才消停。她相信是要3分毒。我不要吃药，我要靠人体免疫力去杀毒。硬是拖到病受不了了才肯吃药。他不是因为节俭，而是沉迷上了看短视频。最近奶奶越来越颠，现在她挂在口头的动不动就是化学物质、科技产品、纯天然无添加剂。再也不吃菜市场的猪肉了，里面都是抗生素。女人吃了要长胡子，男人吃了要绝育。面对炸鸡汉堡和可乐更是如临大敌，好像这些东西是毒蛇猛兽。小花，千万不要吃炸鸡，这些鸡都是克隆的，吃了会污染基因，以后生出来的孩子不健康。我猜奶奶想说的可能是转基因食品。奶奶总告诉我们哪个不能吃，是科技产品，吃了会在身体里累积毒素，但她自己却最爱吃腌制食品和熏腊肉。我们以前在山里没有这么多添加剂，把肉熏干就可以杀死里面的病毒和基因污染。我对奶奶无可奈何，因为她陷入了真假2项性中，符合她观点的就是真的，比如饮料里面有添加剂，喝了会杀精；不符合她观点的就是假的，比如烧开的自来水比她在农村打的河水要干净。河水是纯天然的，以前的人喝了那么多年都没灭绝，怎么会有害？但也有些地方是自相矛盾的。专家说吃方便面没营养会变瘦，专家说方便面吃多了会长胖。奶奶已经建立了全方位立体防御，无论怎么说，她只相信自己和营销号的那一套。我现在是高3，本来跟爸爸说想去校外，但奶奶自告奋勇要来照顾我，只因她想逼我吃下那又黄又粗的土盐。奶奶，这个盐不卫生，还是不要吃了。于是我趁着半夜下了外卖订单，让小哥给我悄悄送来了10几包食用盐。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，将坛子里的土盐给倒了，然后换上干净的精制盐，只在精制盐表面又撒上些许土盐。没办法，都怪奶奶太执拗了。次日中午，我从学校回来，奶奶还在做午饭。我悄悄观察，奶奶从坛子里掏了一勺盐，倒入锅中翻炒，她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吃饭时，奶奶津津有味地吃着，还不时抬起头，炫耀似的点评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你们年轻人懂什么？少吃点科技产品，别老了才知道后悔。我买的纯天然土盐，
没掺一点氯化钠，没有任何化学物质。正当我以为把家里的盐扔了就是奶奶的极限，但她很快就让我见识到什么叫还有更离谱。晚上回家，我本想舒舒服服的洗个澡继续学习，但是衣服都脱了，却找不到洗发水和沐浴露。奶奶，你把沐浴露放哪儿了？小花啊，全是化学物质，被我扔了。你扔了，那我怎么洗澡？用皂角啊，我放在窗口。皂角是纯天然的，不会腐烂皮肤。现在谁用皂角啊？男人还洗不干净？洗不干净，你多搓几遍嘛。奶奶，你被人骗傻了，别一天天的相信那些狗屁专家。纯天然的要是都好用，也没看非洲人有几个活到100岁啊。这么多的水还堵不住你的嘴，你还洗不洗了？不洗拉倒，反正以后不准用沐浴露了。我憋着一肚子气，只好临时用着皂角搓了个澡。第二天在学校，同桌看着我的头发，十分惊讶。李小花，你头发怎么了？看起来这么粗糙，还打结。昨天家里洗发水用完了，临时用肥皂洗的。回到家后，奶奶依旧我行我素，果然第二天她又做了一件害人害己的大事。小花，果然第二天她又做了一件害人害己的大事。小花，你快看这条视频。开篇便是暴击大爷开空调猝死，医生暴怒。于是奶奶又开始沉迷空调有毒论，她坚定地相信吹空调会中毒，吹一天空调就会损2天寿命。万幸最热的时节已经过去了，但她这些天买了一堆科技与狠活产品，都是视频博主推荐的无添加剂系列。像这样有良心的专家不多了。我一看价格，比市场上同类产品普遍贵了50%以上。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，你怎么不信奶奶的话呢？跟你说了，吃纯天然的好。于是终于酿成了大祸。大概是11月份的某天中午，奶奶炒了一桌子的绿叶菜，都是我不认识的。饭桌上，她的话都比平时多了不少。以后不许吃菜市场的菜，这些东西都打了激素，女孩子吃了会堕胎的。我都没怀孕，怎么堕胎？你不要老是顶嘴，我说的你听进去就好了。我嘴角扯了扯，不再言语。我嘴角扯了扯，不再言语。吃完饭，奶奶依然滔滔不绝。你们看，现在的人有几个不得癌症的？以前哪有这种病？都是吃多了科技产品造成的。奶奶，那这些菜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马路边上的野菜没人摘，我就给摘回来了。这都是纯天然的野菜，1分钱没花。我脸色骤变，立即跑到洗手间催吐。但为时已晚，当天我和奶奶都住进了医院，原因是吃了马路边的野菜，重金属中毒。在医院里，奶奶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明明难受的厉害。可一听到是他导致的我们2个中毒，奶奶立刻跳了起来。我就是在马路边摘的天然野菜，肯定是哪个王八蛋打了农药。我在病床上转过身背着他，一句话也不想和他说。爸爸急匆匆地从打工的地方回来，奶奶听不懂人话一样，我跟他说什么都不听。我不要跟奶奶住一起，要么我住校，要么你让他回去。我现在高3了，再来医院，连本科都考不上。爸爸是普通工人，肩负着养家的责任，他没读完小学就辍学了，平时沉默寡言。好，爸爸是普通工人，肩负着养家的责任，他没读完小学就辍学了，平时沉默寡言。好，我还不乐意跟你过呢。医院的护士过来提醒保持安静，我压抑着怒气，没有和奶奶争辩。出院后，回到学校门口租的学区房。爸，要么我住校，要么让奶奶回去，反正我一个人也能过。再跟他住一起，我高考都不用考了。你个没良心的！我买了那么多纯天然产品，你就记得这一次吃坏了。你不要跟我扯什么纯天然，你爱吃纯天然，你自己吃。我就吃炸鸡怎么了？我就喝饮料怎么了？我现在高3，压力很大，我想吃点零食放松一下。你一下把我的零食都扔了。奶奶一下子怔住了。小花，不许跟长辈这样说话，奶奶也是为了你好。我不需要他这样对我好，他只是以为对我好，全是在感动自己。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，我用牙膏刷牙不会死，他吃饱了撑的，总是把我藏起来的牙膏扔掉。这个家里，我跟他一天也过不下去，让他去山里过纯天然的日子行不行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，别人的死活跟我没关系。你不是我孙女，我能这么照顾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买的盐有氯化钠，这些化学物质不能吃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我的盐换了？
我早就换回来了。什么？你看你脾气这么暴躁，就是吃多了科技产品。爸爸把我们两个分开，劝着奶奶不要再说了，但我根本没在意他们说什么，只是呆呆的脑子里想象出那滩黄色的晶体颗粒，小时候制造土岩的工人光着脚在上面踩来踩去的画面再次浮上脑海。再想到这些天我天天吃的这个，一种强烈的恶心感涌上喉咙。爸爸成功劝住了奶奶，让她暂时回老家住，我一个人住在校外。内衣手洗很快，其他衣服丢洗衣机里，拿出来晒用不了几分钟。吃饭也好解决，中午和晚上去食堂吃饭就多绕一些路。我让奶奶把她的东西都拎回家，但奶奶硬塞给我一罐咸菜。我不爱吃这个，你带回去。这个比你在学校买的激素菜要好。你晚上饿了就自己煮点饭，吃点咸菜。奶奶，你还要我说多少次？我不爱吃这个，我就爱吃科技产品，我死都不吃盐，我就吃氯化钠。我不爱喝水，我只喝一氧化二氢，我不吃纯天然。我就爱吃油炸食品，我就是喜欢喝可乐，我还要喝冰的。我洗澡从来不用皂角，我天天用沐浴露和洗发水。奶奶，你听懂了吗？我胸口剧烈起伏，暴躁地盯着奶奶。奶奶终于听懂了，她嘴巴瘪着，一副极度委屈的样子。不喜欢吃你早说嘛，没良心的白眼狼，我还跑过来照顾你。爸爸无奈地拉着奶奶，再次安慰她，不要跟我这个小辈计较。奶奶还是回去了，带着她炒菜的土盐、洗澡的皂角、下饭的咸菜、被虫蛀的水果，还有几大箱无添加剂产品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我不用再藏着牙膏、洗漱用品、空调遥控器了。奶奶走了，没人做饭。但我发现我剩下了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学习之余，我想起奶奶，有时又有些愧疚。虽然说奶奶和我的代沟比马里那亚海沟还深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出于对后辈爱和关心。奶奶一个人在家里，只有我和爸爸两个亲人。爸爸在打工，我在上学，没有人耐心的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什么是正确，什么是错误。奶奶不知道在营销号的轰炸下被洗脑了也很正常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不免又多了几分愧疚。于是我打了个电话给奶奶，我没有道歉，只是日常的闲聊，缓解我们之间的矛盾。3天后我后悔了，我他妈的后悔到肠子都青了。奶奶她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12月份的某一天课间，奶奶从乡下赶来，她提着一罐汤，到处打听我在哪间教室。李小花，你奶奶来了。小花，奶奶给你炖了汤。我见到奶奶，笑容顿时凝固，只感觉不妙。早知道不给她打电话了。但课间周围几个教室，不少同学跑出来看热闹围观，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走向奶奶。奶奶在走廊上罐子拧开，香味顿时扩散到整个走廊上。哇，李小花，你奶奶好爱你啊！奶奶好呀！奶奶笑呵呵地回应他们，一派和谐的景象。只有我知道，奶奶过来可能不会有什么好事。奶奶，你自己吃吧，我没胃口。我没放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，我放的是氯化钠。周围听见的同学们怔住了，纷纷回头。我想他们头上应该是写满了问号。好好好，我喝。我拿起勺子小口抿着，发现味道竟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，而且汤汁不油腻，味道鲜甜。我几口将汤喝了，但剩下的肉又干又柴。我实在没胃口，奶奶你吃吧，我真的不想吃了。这是好东西，纯天然的，不吃就浪费了。我说了我不想吃，浪费就浪费吧，我要学习。这是野生猫头鹰炖的，纯天然的，国家2级保护动物呢，不是天天都有的吃。话音刚落，全场接济，所有同学老师们的视线都聚焦在我身上，他们眼睛瞪大，似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准备上课的老师也顿住脚步，愣愣地回头。周围的目光好像刀片一样，一道一道刺在我身上。我脸色煞白，眼前一花，天旋地转，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黑暗。救护车鸣笛声呼啸而来。老师，刚才是什么声音？没事，治安员路过，是去别处。那我奶奶呢？回家了。我不信，跑出医务室，发疯似的冲出去，看见一辆治安车正好离开校门口。完了，出院没多久，我再次住院了，高烧不止。医生说我是被吓到的，需要好好休养，防止出现心理疾病。爸爸刚出去打工，家里出事了，他又赶忙着回来，亲戚们到处忙着找关系打探情况。爸爸待在医院里陪我，他坐在我床边，沉默地守护着。奶奶怎么样了？我以为我要为了奶奶伤心后悔一辈子，但万万没想到这件事情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收尾了。奶奶在看守所被拘留了23个小时后，她有惊无险的被放了出来。奶奶被人骗了，她听说猫头鹰吃了对身体好，被人忽悠去买了，结果人家卖给她的是鸽子。主观上她构成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罪，客观上她买的是假的，没有造成实际危害，主客观不统一，不能定罪。我听到奶奶无罪释放后，心中提着的大石头终于松了。直到寒假回家，再次面对奶
奶奶。我和奶奶几个月没有见面了，我以为她会为鸽子汤事件稍微有那么一点自责，但没有，她全然忘记了那件事的后果，只是咒骂当初那人卖给她假货，现在还在孜孜不倦地向我推荐什么纯天然食品。我和她吵了几架，奶奶变得十分偏激。这是没有添加剂的纯骆驼奶粉，你为什么不吃？我说了不吃就是不吃，你听不懂吗？奶奶委屈起来。我买回来是为了你好。我说了不吃就是不吃，我要学习啊，奶奶，你别浪费我时间，行不行？家里闹得鸡飞狗跳，为了安静的学习，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楼上，而夹在我们中间的爸爸十分为难。爸爸没读完小学就辍学了，他有限的基础知识不足以反驳奶奶错误的观点，但他相信我不会害他，只好用他自己的办法调解。他承包了3餐，做2种伙食，一种是奶奶要的纯天然，另一种是我吃的正常食品。爸爸一边陪我吃饭，一边把奶奶非要别人吃的无添加纯天然、没有科技跟狠活产品全部吃掉，这样奶奶就不会让别人为难。可光解决吃的问题，并不能让奶奶满意。他盯上了家里的路由器，赌油是有辐射。你干嘛？我要把这个拿走。这都不是吃的，跟什么纯天然没关系，你拿走干嘛？路由器有辐射，会产生电磁波，对人体有害。奶奶，电磁波就是光的意思，也叫光辐射，跟我们头上的太阳光是一样的，没有危害。你担心的导致致癌的辐射叫做核辐射，就是原子弹爆炸那种。怪不得我总觉得家里有股什么味道不好闻，原来是核辐射。我晒2个钟头的太阳就受不了，这东西天天放在家里，不是要了我的命！你赶紧把路由器扔掉，不要放在家里。我的表情再次凝固，奶奶已经从没有科技跟狠活产品她不吃，进化到了能闻到核辐射的程度，她简直越来越疯了。那你不要靠近我房间，就辐射我一个人，你出去，别影响我学习。我要搜题和刷网课，必须要网络，纯用流量太奢侈了。小花，辐射对身体不好，会污染基因的，影响生出来的小孩。我一把将奶奶请出门，直接关了门。正面没有拿走路由器后，奶奶选择了迂回攻击。第2天醒来，我发现没了网络，原来是房间里的路由器不见了。路由器在哪里？奶奶瞪着眼，死活不肯说。我翻了几个房间，又在外面的垃圾桶里翻找，都没找到。直到我闻到一股塑料烧焦的恶臭味，在厨房的火灶里找到了烧的只剩金属线的路由器。奶奶趁爸爸做早餐的时候，把路由器给烧掉了。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涌上心头，我觉得全身上下充斥着无力感。我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奶奶，后者洋洋得意，仿佛做了什么骄傲的大事。奶奶，你知不知道你口袋里的手机是有辐射的？你看我们的手机为什么能看短视频？原理就是使用了电磁波。你知道电磁波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辐射。奶奶也吓了一跳。奶奶，你知道吗？电磁波是辐射的一种，而手机发出的电磁波比路由器强100倍。奶奶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村里有3个老人得了癌症？他们就是看多了短视频。只要点开短视频，手机就有超过路由器100倍的辐射射在我们的脑子里。你胡说，有辐射那些专家干嘛不说？因为他们不敢说，说出来就要被卖手机的打死。奶奶，只有老年机才没有辐射，但是老年机便宜，要是大家都买智能手机，卖手机的就赚不到钱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用老年机，不要看短视频。奶奶安静了一个寒假，缺点是别人来家里玩，只要掏出手机，她就会说有辐射。假期结束后，奶奶还是用回了智能机，因为隔壁爷爷奶奶都在用智能机，他们看短视频，讨论短视频的东西，奶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插不上话，于是奶奶把智能机拿出来，重新刷起了短视频。她并没有好转，亲戚说奶奶越来越魔怔了，她已经完全不喝自来水了，只喝山里的溪流水，因为网上的专家说自来水加了氯气。氯气那不是化学物质吗？跟氯化钠一样有毒啊！但是她关注的几个营销号都被举报了，因为他们推荐的产品含有非法成分。那几天奶奶吓得什么都不敢吃了，是亲戚带来自己家种的水稻，让她亲眼看着去可煮饭过程，奶奶才开始吃饭。高考前1天晚上，爸爸特意从外地回来，我检查了所有要带的物品，因为我在沙雕动画上看到奶奶把我准考证当废品，奶奶往我的文具袋里放小抄，所以检查了几10遍我要带的东西。高考结束，过程很顺利，我不用担心学习，终于有时间了。我在家里陪了奶奶2个月，奶奶的魔怔并不是因为她天生如此，短视频上各种营销号就是奔着赚老年人流量去的，在一遍又一遍的洗脑下，她不变魔怔那才怪了。
暑假的2个月，我一直陪着她，一点一点地和奶奶讲述着各种物质和一些生活中的基本原理。在我的细心照顾下，奶奶有了陪伴，奶奶开始愿意接受沐浴露了，也愿意吃氯化钠。她虽然还是听不懂氯化钠、一氧化二氢、碘酸钾是什么，但是血浓于水的亲孙女陪伴在身边，一遍又一遍的解释。奶奶即使还是听不懂，但也愿意相信这些东西对她没有坏处。暑假的3个月很快过去，等我准备去学校的时候，奶奶已经愿意尝试吃汉堡了。要是天天这也不敢吃，那也不敢碰，那我再活100年又有什么意思？临行的前一个晚上，我和奶奶愉悦地在厨房一起炒菜。这是氯化钠，这是谷氨酸钠，这是一氧化二氢。等会就炒马铃薯，炒土豆。我们3个相视一笑，奶奶彻底不再魔怔了。其实很多老人也是，他们在家里孤独，没有陪伴，只能将情感寄托在短视频上。前往市里的快车上，我看见奶奶的身影渐渐变小，车窗外阳光正好，我朝着奶奶挥手告别。